你是否曾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每天忙碌工作，却始终无法突破财富的天花板？今天，我要向你揭示一个惊人的真相：你的财富困境根本原因不在于能力不足，而是你尚未掌握人性的奥秘。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我遇到了一位老同学小王，他曾经是班上的学霸，前途无量。但10年后再见，他却愁眉苦脸，说自己事业不顺，生活窘迫。我们深入交谈后，我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他始终在用错误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小王，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暴力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心。他一脸困惑地看着我。我继续说道，你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这很好。但你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维度，理解并运用人性的力量。我向小王解释，世界上真正的强者，无一不是深谙人性的高手。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针对人性精心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成功，而另一些人却永远在困境中挣扎。现在，我要向你揭示几个鲜为人知的人性密码，这些都是我多年来观察和实践的结果。掌握这些，你将能够在2024年的复杂环境中脱颖而出，实现财富的指数级增长。第一个密码：欲望的杠杆。人类所有的行为，归根结底都源于欲望。理解并善用这一点，你就掌握了撬动人心的杠杆。但这里有一个关键，不是单纯的满足欲望，而是创造欲望。举个例子，为什么人们愿意花几千块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包，而不是功能相同的普通包？因为奢侈品牌创造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欲望。他们不是在卖包，而是在卖一种生活方式。你的产品或服务是否也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欲望？如果可以，你就找到了财富的源泉。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洞察，人们购买奢侈品不仅仅是为了向他人炫耀，更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这涉及到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如果你能触及人们的这种深层需求，你就能创造出极具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想想看，健身房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人持续付费？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想要健康的身体，更是因为健身给了他们一种自我提升、自我掌控的感觉。这正是触及了人们的自我实现需求。所以，当你在设计产品或服务时，不要只停留在表面的功能需求上。问问自己，这个产品或服务能让用户成为什么样的人？它能满足用户哪些深层的心理需求？第二个密码：社交货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最缺的是什么？是有价值的社交货币。为什么抖音、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如此成功？因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以在社交中分享的内容。如果你能为用户提供独特、有趣，能让他们在朋友圈中出彩的内容或体验，他们就会主动为你传播。这是21世纪最强大的营销武器。但要注意，社交货币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和新鲜感。一旦某个内容或体验被过度传播，它的社交价值就会迅速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网红景点或网红美食火了一阵子后就迅速降温。那么，如何持续创造有价值的社交货币呢？关键在于不断创新，并且要深入理解你的目标用户。什么样的内容或体验能让他们在社交圈中脱颖而出？什么样的话题能引发他们身边人的兴趣和讨论？举个例子，某个旅游公司不仅提供常规的旅游服务，还为每位客户定制独特的旅行故事。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兴趣爱好，安排一些特别的体验，比如在法国参与葡萄采摘，在日本学习传统剑道等。这些独特的体验不仅让客户玩得开心，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值得分享的故事。结果呢，客户们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经历，无形中为这家旅游公司做了最好的宣传。所以，无论你是做产品还是服务，
都要考虑如何为用户创造社交价值，让他们因为使用你的产品或服务而成为朋友圈中的焦点，他们自然会成为你最忠实的传播者。第3个密码：认知升级。大多数人被困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他们看到的世界只是井底的一方天空，而真正的强者总是不断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记得我之前提到的小王吗？在我们深入交谈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他开始尝试每天留出时间静坐思考，阅读跨领域的书籍。短短半年，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被动地接受现状，而是开始主动创造机会。结果如何？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机会，现在的年收入是以前的10倍。这就是认知升级的力量。但要注意，认知升级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持续的学习和实践。我建议你每天至少花1个小时来阅读和思考，让自己的思维不断进化。那么，如何有效地进行认知升级呢？这里有几个实用的方法。1、跨领域学习，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尝试学习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知识。比如，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不妨去学学心理学或者设计。这种跨领域的学习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思路。2、逆向思考。当面对一个问题时，不要总是按照常规思路去思考，试着问问自己，如果我想让这个情况变得更糟，我会怎么做？这种逆向思考能帮你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3、主动寻找认知偏差。我们每个人都有认知偏差，关键是要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比如，确认偏误会让我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忽视相反的证据。了解这些偏差，并主动去克服它们，是提升认知水平的关键。4、与高手对话，尽可能多地与比你厉害的人交流，他们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都可能给你带来启发。如果没有机会直接对话，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演讲也是很好的选择。5、实践和反思。知识如果不付诸实践，就只是信息而已。要努力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然后反思其中的得失。这种不断实践和反思的循环，才是真正的学习过程。认知升级的最终目标，是让你能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当你的认知水平提升后，你会发现以前看不到的机会，想不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似乎总能抓住机遇，而有些人却觉得生活处处是障碍。第4个密码：情绪管理。情绪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成为你的动力，也可能成为你的枷锁。真正的强者都是情绪管理的高手。我认识一位企业家，他告诉我他的秘诀：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他都会先冷静下来，问自己3个问题。1、最坏的结果是什么？2、我能从中学到什么？3、接下来我该如何行动？这个简单的方法帮助他度过了无数难关，最终建立了一个市值数十亿的公司。情绪管理的核心是要认识到情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情绪控制。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是陷入其中，你就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和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情绪。相反，高情商的人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情绪，并利用情绪来达成目标。例如，在谈判中，适度表现出愤怒可能会让对方更倾向于妥协；而在团队管理中，适时表达热情和欣赏，则能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情绪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同理心。能够理解并体会他人的情绪，不仅能帮助你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还能让你在商业谈判、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占据优势。这里有几个提升情绪管理能力的实用技巧。1、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记录自己的情绪状态，以及引发这些情绪的原因。
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模式，从而更好地预测和管理情绪。2、冥想练习。定期进行冥想可以帮助你提高专注力，增强自我觉察能力，从而更好地控制情绪。3、情绪延迟。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波动时，给自己设置一个冷却期。比如，在发送那封愤怒的邮件之前，先等待24小时。这能让你有时间冷静下来，做出更理智的决定。4、积极重构。学会用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负面事件。比如，把失败看作是学习的机会，把批评看作是改进的建议。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5、身体活动。适度的运动能有效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当你感到情绪低落时，不妨去跑步或做些其他运动。记住，情绪管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长期的练习和坚持。但一旦你掌握了这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中。第5个密码：价值创造。在这个时代，财富的本质是什么？是价值创造。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总是想着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但真正持久的财富来自于为他人创造价值。想想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轻松赚到大钱，而有些人辛苦工作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关键就在于价值创造的能力。这里有一个简单但强大的公式：你的收入等于你创造的价值乘你能影响的人数。如果你想要提高收入，要么提高你创造的价值，要么扩大你的影响范围，最好是两者兼顾。但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深奥。在商业世界中，价值往往等同于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解决的问题越大，创造的价值就越高。举个例子，为什么科技巨头能创造如此惊人的财富？因为他们解决了人类社会的大问题。Google 解决了信息检索的问题， Facebook 解决了社交连接的问题， Amazon 解决了购物便利的问题。但创造价值不仅仅限于解决问题，有时创造价值也可能是提供一种新的体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比如，为什么人们愿意花钱去看电影或音乐会？因为这些活动能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那么，如何提高自己的价值创造能力呢？这里有几个建议。1、培养 T 型能力。所谓 T 型能力，就是在某个领域有深度专长 T 的竖，同时在多个相关领域有广度 T 的横。这种能力结构能让你在专业领域深耕的同时，也能跨界创新。2、关注痛点。时刻关注身边人的痛点和需求，每个问题都是潜在的商机。比如，外卖行业的兴起，就是源于人们对便捷用餐的需求。3、持续学习。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你的知识和技能很容易过时，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保持自己的价值。特别是要关注新兴技术和行业趋势，因为这些往往孕育着巨大的机会。4、提升执行力。想法很重要，但执行更关键。很多人有好点子，但真正能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却很少。提高执行力，你就能创造更多实际价值。5、培养创新思维。不要满足于现状，要经常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创新不一定是颠覆性的，小的改进积累起来也能创造巨大价值。6、建立个人品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人品牌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能帮你扩大影响力，让你创造的价值被更多人看到。记住，价值创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今天创造的价值，可能明天就不再有意义。所以要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思考如何为他人创造更多价值。第6个密码：长期主义。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很多人患上了短视病，他们只看眼前利益，不愿意为长远目标投资。但真正的财富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
巴菲特曾说过，我们低估了我们在10年内能完成的事情，但高估了我们在1年内能完成的事情。这句话道出了长期主义的精髓。如果你现在开始学习一项新技能，也许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回报，但如果你坚持5年、10年呢，你很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获得远超普通人的回报。长期主义的威力在于它能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当你用长期的视角来看问题时，很多短期的诱惑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举个例子，假设你有一笔钱，你可以选择立即花掉它享受一下，或者投资到自己的教育上。如果你只考虑短期，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你考虑长期，你可能会意识到，投资教育能为你带来更持久的回报。长期主义还能帮你度过艰难时期。当你遇到挫折时，如果只看眼前，很容易就放弃了。但如果你有长期目标，你会意识到这只是漫长旅程中的一个小坎，从而有勇气继续前进。那么，如何在生活中践行长期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建议。一、设定长期目标，给自己设定5年、10年甚至更长期的目标，这能让你的日常决策更有方向性。2、投资自己，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是最好的长期投资。无论是学习新技能，还是培养好习惯，都会在长期给你带来巨大回报。3、建立系统，不要只依赖于激情和意志力，建立一个能让你自动朝着长期目标前进的系统。比如，如果你的目标是存钱，那就设置自动转账，每月自动把一部分收入存起来。4、耐心等待，好的事情往往需要时间，不要因为短期没有明显进展就放弃，相信复利的力量，坚持下去。5、定期复盘，每隔一段时间回顾自己的长期目标和进展，这能让你保持动力，也能及时调整策略。6、抵制及时满足，面对诱惑时，问问自己这是否符合你的长期利益，学会延迟满足，为更大的回报做准备。记住，长期主义不是让你完全忽视当下，而是要你在现在的决策中考虑长期影响，既要活在当下，也要为未来做准备。这种平衡是智慧的体现。第7个密码，复利思维。爱因斯坦说过，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这不仅适用于金融投资，也适用于知识、技能和人际关系的积累。每天进步1%，看似微不足道，但如果你能持续1年，你将比年初的自己强大37倍，这就是复利的魔力。但要注意，复利需要时间和耐心。很多人在看不到明显进步时就放弃了，殊不知他们可能已经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复利思维的核心是认识到小的改进和积累在长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1、学习，每天学习一点新知识，长期累积下来，你会成为该领域的专家。2、健康，每天多走100步，1年下来你就多走了36500步。这种小习惯长期坚持，会极大改善你的健康状况。3、人际关系，每天给一个朋友发个问候消息，长期下来，你的人际网络会变得非常强大。4、工作，每天比别人多工作半小时，1年下来你就比别人多工作了182.5小时，这将为你的职业发展带来显著优势。5、财务，如果你每月能存下1000元，并以每年8%的回报率投资，30年后你将拥有超过100万元的资产。复利思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认识到前期的缓慢增长。很多人在看不到明显效果时就放弃了，但其实这恰恰是复利效应最关键的阶段。就像滚雪球，一开始增长缓慢，但一旦雪球变大，增长速度就会迅速加快。那么，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复利思维呢？这里有几个建议。
一、专注于系统而非目标，建立一个能让你每天进步的系统，而不是只关注最终目标。比如，与其设定1年内减肥20斤的目标，不如建立每天运动30分钟的习惯。2、重视小的进步，不要小看每天1%的进步。记录这些小的进步，你会惊讶于长期累积的效果。3、耐心等待，复利效应需要时间才能显现。不要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给自己和你的努力一些时间。4、多领域应用，将复利思维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人际关系，都可以受益于这种思维方式。5、避免负面复利，正如好习惯能带来正面的复利效应，坏习惯也会产生负面的复利效应。要警惕那些看似无害但长期会带来巨大危害的习惯。6、投资自己，对自己的投资，如学习新技能、改善健康等，往往能带来最好的复利效应。不要吝啬在这方面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复利思维的魅力在于，它能让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变得可能。当你真正理解并运用这个原理时，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实现远超想象的成就。解锁人性密码，成为自己的主宰。现在，让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能轻松成功，而其他人却始终挣扎？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他们掌握了人性的密码，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密码来创造价值、积累财富。我们讨论了7个关键的人性密码：欲望的杠杆、社交货币、认知升级、情绪管理、价值创造、长期主义和复利思维。这些密码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相连的。当你能够综合运用这些密码时，你就能在2024年的复杂环境中脱颖而出，实现真正的财富自由。但知道这些还不够，真正的改变来自于行动。所以，我要给你留一个作业：1、花15分钟静静思考，你目前的生活中哪些方面最需要改变。2、根据今天学到的内容，为自己制定一个30天的行动计划。3、在接下来的30天里，每天记录自己的进步，哪怕是很小的进步。记住，改变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你坚持不懈，终将看到惊人的结果。就像我们讨论的复利思维，每天的小进步累积起来，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最后，我想说的是，财富不仅仅是数字，更是一种能力和心态。当你真正掌握了这些人性密码，你会发现，创造财富变得如此自然，如同呼吸一般。你不再被外界环境所束缚，而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2024年，不要再做命运的囚徒，现在就开始行动，运用这些人性密码，重新定义你的人生。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做出改变的自己。记住，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区别只在于，有些人选择挖掘这种潜力，而有些人选择忽视它。你想成为哪一种人？答案就在你的行动中。朋友们，如果你从这个视频中获得了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评论。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对我持续创作的最大鼓励。同时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内容。让我们一起在2024年实现质的飞跃，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记住，改变始于当下，成功源于坚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个激动人心的旅程吧。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